别人穿越修仙，开局无敌；我穿越修仙，开局先把自己埋了。我的系统很奇怪，只要潜水，就能增加寿命和属性点。10年对我来说不过是翻个身的事。去找婉慈吧，这丫头现在估计已经是镇上最漂亮的大姑娘了，吓她一跳。你找谁？这里不是顾婉慈的家吗？我不认识顾婉慈，你找错地方了。或许她早已经不在了。长久，是你吗？不许欺负我娘！10年了，你还是和当初一样。为什么？我们分开之后，我被匪徒追杀，后来是他将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他和我一起回到了这里。当时赵二官说你在他那里买了一具棺材，然后我等了你3年。这3年来一直都是他照顾我，他对我真的很好。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告诉哥哥吧，他是娘亲的故人。我叫顾念九，今年6岁了。念九，真是一个好名字。哥哥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九字，不过我叫林长久。你可以叫我长久哥哥。你要去哪儿？我原来的房子不在了，但我看赵二官的棺材铺还在，我去他那里住一段时间。娘，长久哥哥是你的朋友吗？不是朋友，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那他找的婉慈是谁？可能是他的青梅竹马吧，毕竟婉慈这个名字一听就是男子对心上人私下的称呼。原来是这样呀，那长久哥哥能找到他的心上人吗？不知道，或许他已经找到了。好啦，爹爹快回来了，我们一起去做饭给他吃好不好？好。赵二官，你的棺材有问题，我要退货。放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林长久那个死穷鬼怎么来找我了？赵二官，当初你可是和我打包票说棺材坏了包退钱，现在是想赖账吗？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里有什么看上的尽管拿走。赵二官，你就不怕我吗？当初我坟上的土可是你帮我埋的。我今年60，郎中说我最多还有3年活头，你觉得我会在乎少活3年多活3年吗？而且当初你兴高采烈的给自己买棺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对了，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不？包吃住，不给工钱。这行当最适合你这种孤身一人的家伙了。虽说能活得久，可被刀砍被饿还是会死。能混张长期的饭票，这买卖似乎不亏啊。赵二官，你也忒小气了吧？多少给点工钱呀？我死了，铺子不都是你的？拿着，旁边那口棺材就是你的床了。焦作棺材给这个干什么？技多不压身，老子白事一条龙全会，你要学的多着呢。讲道理，棺材睡习惯了，睡床还真不舒服。赵老头说好只能活3年，你硬是多撑了5年，8年了。你的手艺我全学会了，这乱世，连攒的我都全加了防御防身。可你这老骨头，终究还是没熬过我。长久哥哥，念九，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这是棺材铺，你成天往这儿跑像什么样子？我才不管呢！现在瘟疫横行，他们哪还有心思管我？我去给你做饭，你快从棺材里出来，别整天睡里头。瘟疫横行1年，婉慈夫妇的白事都是我亲手操完的，算算日子，我也能再次沉睡了。可这丫头如今举目无亲，我怎忍心留她一人在这乱世？算了，早睡晚睡都一样，还是等这小丫头嫁人再说吧。长久哥哥，你是仙人吗？说什么傻话呢？我要是仙人，怎会看着你娘中瘟疫而死？长久哥哥，我今年14了，我不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了，有些事儿你骗不了我。今天又发哪门子疯？是不是想吃糖葫芦？不是不给你买，实在是你那牙不能再吃糖了。改天我带你去买。婉慈，婉慈，是我娘的小名。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不，我从来没有怪你。我娘死的时候，我从你眼里看到了痛苦。如果你有办法，一定不会看着她死的。这个秘密是娘临终前告诉我的，她知道我。明天带你去抓兔子，这事儿就此打住。为什么？
当年你错过了一次，现在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而不是我。 18年了，你一点都没变，你能活很久很久，而我终究会老。长久哥哥总是那么好骗，我又骗到你了。作为惩罚，送我什么？这是生日礼物。明天有仙人来选徒弟，我想去。仙人能活很久，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念九，仙人不是让我任性一回，好吗？好，依你。我回去了，你多晒太阳，别老睡棺材。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你这样做，何尝不是一道枷锁？16岁之下，欲求长生者，可上前测仙缘。果然是极品水灵根，丫头，你可愿拜我为师？又是凡人斩不断的尘缘，你可是担心家中亲人，学成自可下山。这些交给你亲。多谢仙人，请容我去处理好一些琐事。1个时辰后，我带你离开。极品水灵根绝不可错失，如此机缘，定不能让其出现半点意外。长久哥哥，仙人要收我为徒。你真的想去吗？想。为了什么？为了长久。长生路是条不归路，若是有一天走累了，回头一看，长久哥哥永远在你身后。修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防人之心不可无。去吧。哎呀，仙人光临寒舍，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呀！这丫头有仙缘，未来前途不可限量。那都是仙人慧眼识珠，还得劳烦仙人多费心。不知仙人居住在何处，日后我也好去拜访。南边万里之外有一宗门，名为云渊宗，普通人30年也未必走得到。你若想来，便来吧。我此次出来有任务在身，不能久留。走吧。长久哥哥，你的话我都记住了。去吧，到了仙山，少我一定会来找你。哎呦，念九这丫头可算出息了，我这铺子也能沾沾仙气喽。待了8年，绒毛半点没变，再待下去，可就不是保养好能糊弄过去的了。30年走不到，小爷不能走50年吗？我什么都不多，就是时间多。念九留下的包裹，就一本功法、1颗丹药和碎银。这功法当年我还当成宝。走出来才知道，筑基就是入门而已。这破功法就是随便都买到的地摊货。系统，书上说3天炼气一层是天才，1天是顶级，1个时辰是100年难出。那我这种花了整整20年才达到炼气1层的，算啥水平？宿主，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功法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但不是为首手段。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也不适合宿主。当宿主活得足够久之后，就会发现，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天道如此，人亦是如此。系统就是系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这20年乞丐豆腐酿酒学了个遍，算来算去还是白氏一条龙最清净，贼不偷匪不抢，皇帝老儿也得躺我的板子。别人寻龙点穴靠猜，我帮人下葬还能花5年慢慢蹲那儿看人家发不财，走走停停20年才走3千里，值了。怪不得那婆娘满脸嫌弃，我居然花了50年才走到这儿，普通人活到了50都够呛。听说无数天骄求道理，不直接只说一句全都。这丫头执念太深，我一个凡人还是别去添乱了，安安分分开个棺材铺吧。开店3年了，要不是种点低级灵草卖，这破店早关门大吉了。请问有人在吗？施主，你怎么能躺在棺材里呢？棺材是死人睡的。小和尚，这话不对，凡人修仙都免不了一死，活人干嘛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阿弥陀佛，多谢施主指点，是空供正相了。人小悟性还挺高。说吧，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云约宗击毙了一名魔修，
空照不想他曝尸荒野，想买副棺材替他入殓。你有钱吗？我是开门做生意的，可不做赔本买卖。准备好了，一枚灵石包最好的一条龙服务，现在出发。小和尚，你们修仙的都这么没人情味吗？杀人不过头点地，好歹挖个坑埋了。生在荒郊野外算怎么回事？这修仙界，我看也就你这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尘归尘，土归土，这脸碎成这样，好歹也给你拼个全尸。这牙齿一颗都不能少，全给你塞回去。入我这行全靠口播，看着山脉走向，得找个宝地才对得起那颗灵石。他叫什么名字？天魔宗宗主赤元老祖，真名不知。我受门规所限，不能立碑，施主自行处理吧。施主，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是呀，卖棺材给人收尸下葬，不是送葬人是什么？事情做完了，先走一步，以后有这种事儿记得找我。这牙齿，要不是我强迫症替他整理仪容，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牙齿能做手脚。看结构，应该是储藏类阵纹。赤玄老祖处心积虑藏的东西绝对不简单。3个月，终于把这破阵法给推算出来了。伪灵根，灵根我听过，这伪灵根是个什么玩意儿？有意思，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功法，是自传。赤玄这老小子天赋烂到极点，居然敢拿活人做实验，琢磨后天提升灵根。我的天，灵根吞噬灵根，靠杀人吞噬别人来升级，怪不得能逆袭成大能，这他妈是个疯子！这赤玄老祖真是个特别的人才啊，这种逆天改命的狠招都能琢磨出来。系统，这书里反复提到的人造灵根，有可能实现吗？我看他后面的那些疯狂假设，感觉他妈的很有道理啊。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别闹！这种危险事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万一出了意外，不亏大了！我可不想像赤玄老祖一样，一辈子被人追杀。宿主可以拥有的是日积月累，未必不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有道理。时间看似软弱无力，但是只要你坚持执着一件事，就能见到成效。化身老祖也好，神兵利器也罢，都敌不过时间的侵蚀。这小问题算个什么？什么天才地宝适合植入？怎么转化？算了，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不着急。唉，忙碌了3个月，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了。林长久，今日贫僧一定要与你辩上个300回合。你好歹也是天佛寺传承人，名震天下的空照大师，让人看到你现在这泼皮模样，岂不让人笑话？就算把我捧上天，也改变不了我输给你20年的事实。今日贫僧必须赢回来。听你这意思，今天又想变法？当然，不和你变法，我来找你干什么？在我认识的人里，也就你能在佛法上和我一较高下。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修炼天赋是真够烂的。20年前你炼气3层，现在你炼气4层，你这境界长得比乌龟翻身还。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没有天赋，我可以帮你啊。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但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你总是不告诉我你活了多久，我可不想哪天再来的时候，发现棺材里少了个和我变法的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寿命这种事不必看得太重，顺其自然就行。少来这套！今天不变法，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帮，除非你同意让我替你延寿。行，你若帮我办成这件事，我就同意你替我延寿。什么事儿？尽管说，我保证办到。你来云剑宗是为了参加念九仙子任长老的典礼吧？我想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林长久，你别告诉我你喜欢念九仙子，我劝你死了这条心。这个女人压根不想接道侣。你只要把东西送到她手上就行，多余的话不用说。先说好，我不能提你的名字，不然你连挑棺材都来不及。空照，80年后见。快看，各宗门都到了！70年入元婴，念九仙子接任长老，简直是大天赋强就算了，主要是他们道心不起争端，不结合苦修。你猜他说什么？有人他为何苦？他永远只答2个字：长生。念九，典礼快开始了。师父，我不想当长老，我只想安静修炼。你还是放不下他，
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若没有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师父，你不懂，长久哥哥说过，只要我回头，他就会在。他说过，就一定做得到。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的，只有拿到更多资源和功法，我才不会停下脚步，因为我知道，长久哥哥也不会停下。太清剑送琉璃丹2枚，天佛寺送佛经1本。林长久这混蛋认死理，要是不送出去，他绝不给我续命。信了，念九师叔，师侄还有另外一份司礼送上。有心了。和尚送司礼给仙子，空照动凡心了。这八卦起码能捞20年。就一个毫无灵气的破木头雕，等着被仙子一把火烧成灰吧！这种形状，普天之下只有长久哥哥会。他没有誓言，他一直都在。东西我很喜欢，典礼结束后，你单独来见我，记住，单独1人。念九仙子看上了朱继奇的小红花，这下老牛知道了。感谢仙祖，念九终于想开了。空照虽然实力弱，一死辈分就够了，只是这双修功法，宗门库房好像没错货呀。空照贤侄，你师父慧海禅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完了，大家都误会了，念九师叔怎么会看上这破木头？回宗主，我师父身体安康，只是最近有所感悟，所以才让小僧前来。不卑不亢，果然是名师出高徒。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老一辈就不干预了。100年之后，等你境界稳定了，记得来云堰宗提亲。宗主，你误会了，我不是……哎呀，年轻人做事不要婆婆妈妈的。俗话说得好，女大3抱金砖，女大3是宋江山，女大3前位列仙班。我这关门弟子虽然大了你50岁，但这对修行之人不是大问题。至于你师父那里，我亲自去说。你们天佛寺又不是没劫道侣的先例，这点面子你师父还是要给的。毕竟我俩认识300多年了。完了，越描越黑，只能等单独见师叔时再解释了。师叔，事情就是这样，木雕真不是我的，这里原先绝对是个棺材铺，你要相信我呀！林长久这王八蛋突然消失，我现在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空照，你想和我结结为道侣吗？不想，现在不会想，以后也不会想。这样最好。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肩膀上摘了。从今以后，无论谁问都不得林长久的这个名字，敢透露半个字，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陪伴8年，赶路50载，小镇20年，80寿元只剩2年了，是该找个好地方长眠了。简直完美！泥土混斗种子，暴雨一冲直接封门，长个1-2年痕迹全无，神仙也别想找到老子的墓。我怎么这么聪明？系统，我琢磨了10年的人造灵根药阵，这方法真的能行吗？试一下就知道了。失败了，无非浪费你不在乎的沉睡时间罢了。刚开始始终不得其法，因为灵根虽然在人体内，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灵根长什么样。对此，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人身体内根本没有灵根树。诸多修仙者口中的灵根，只不过是对某种属性的命程度罢了。敏感度越高，灵根的品质也就越好。有了这假设，我当即设计出一个安全无害的方法，泡在草木精华中。灵草属木，长时间浸泡就能提升对木灵气的敏感度，也就有了木灵根。而且沉睡时身体无生机，完美避开主动松吸收会爆体的难题。说的更简单一点，我把自己当成泡脚酒的药材了。生机彻底停滞，玉棺中的草木精华将持之以恒渗透机体，80年，光阴流转。人造灵根果然可行，这下老子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大能抓去做切片研究啦！一直怕被发现长生的秘密，虽说沉睡能刷属性点，但想硬扛化神元婴那帮老怪物，天知道要熬多少个世纪。要是在这漫长岁月里出个意外，老子就真凉了。必须在这过渡期拿到绝对自保的力量，修炼就是唯一出路。系统怎么回事？我属性怎么倒退了？我睡前明明是炼气4层啊，灵力怎么成灵蛋了？变回凡人了？沉睡期间，灵力会缓慢向外扩散，无灵力支持，属性自然回归凡人标准，属性点获得的力量除外。切，炼气4层而已，没了就没了吧。老子现在可是上品木灵根，重回4层也就几天的事儿。系统，给我透个底，
我这高达91点的防御力，能站站定定扛住什么级别的修士？91点防御，筑基中期之下攻击无法破防，筑基中期可伤，后期重伤，筑基圆满有死亡风险，超过筑基必死无疑。真是天助我也！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突破炼气9层。没吃过怎么知道是不是酸的？而且你长得这么水灵，吃起来口感一定很好。我一点都不水灵，就是有点婴儿肥而已。其实我可瘦了，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你要是吃了我，肯定会硌牙的。你不是不化骨？尸身100年不腐而化为浆，1000年不灭则为不化骨。不化骨乃是聚集天地死气而生，水火不侵，刀剑难伤。以怨念为力，以血肉为食。如果真有这种传说中的不祥出现，你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了。睡了80年一无所知，得先套点情报。你怎么会一人在此？今夕是何年？外界有何变故？回前辈，晚辈流浪至此，如今是大前380年，外界安好。只是听说东边300里外，太清观有化神大能现世，传了1000里啊！念你无意，你走吧。啊，前辈，我就这么走了？传闻中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靠！赶紧拿空照的心得忽悠一下，老子攻击力是0，露馅就死定了。相遇即是缘，赐你感悟，缘尽于此，再出现小命不保。林长久。谢清恒师兄，找我有什么事儿吗？10年时间，你依旧在炼气9层徘徊，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了？哎呀，筑基这种事情急不得，慢一点总没什么大错吧？人生的路这么长，慢一点挺好。别人延长炼气是为了打根基，你这一拖就是10年，连炼气7层都打不过，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修道就是修道，要那么多目的干什么？打架有师兄你就够了。少打马虎眼！无量秘籍马上开启，师傅亲自给你留的名额，这次你跑不掉。长久，你入我太清观有多少年月了？回师傅，弟子入观已有10个年120个月了。10年前师祖一眼选中你，说你与道有缘。哎呦，师傅骨头要断了，您轻点儿。你是否与道有缘，为师不敢妄下定论，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那块我闭关30年换来的，放了300年的雷击草木，为什么会变成一口棺材？棺材！小师弟疯了！师傅，小师弟完全是无心之举，您原谅他这回吧。无心之举？核心阵法我都没告诉过他能悄无声息破阵做棺材。师傅，那材料虽好，但对您这境界已经是雏类了嘛？鸡类，那是留着雕刻3清祖师像的。现在雷击木没了，怎么办？道在人心，3清迷宿即可。想让旁人懂我道来，何须外乎？好，小师弟果然与道有缘，这22个字尽显我道门风采。悟性尚可，但实力就是狗屁不如。若不能在无量秘境筑基，小心你的腿！现在给我滚！也就只有我玄真真人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有道韵的对联。看看这字，铁画银钩，气度不凡，一般人哪能写出这字呀？慧海屠驴和赵成风那2个王八蛋，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整天耀武扬威的。等长久筑基之后，定要杀上他们的气焰。修道1000年，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看得透彻，有意思。真上仙人啊！师兄，你的灵力在后些，风力太大，都让我无法专心看书了。长久，你整日捧着书本，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只要书我都喜欢看。我不但喜欢看书，
我更喜欢看这世间的每一件事物。可是世间太大，我就算花上千年万年，也未必能一一看尽。所以我选择先看书，再看这世间。因为书是人写的，人之所以要写书，是因为他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转化成文字留下来。看完一本书，也就等于了解了一个人的一生，虽不能观其全貌，但还是可以窥探一二的。那你看了这多书，这些书对你有帮助吗？当然有。如果不看书，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你的意思是说，藏经阁之中有师傅布下的阵法？师兄说笑了，师傅并不擅长阵法之道，藏经阁怎么会收录师傅的阵法呢？你这话有点伤人呀！我堂堂元婴大能，你个炼气9层敢点我？既然藏经阁当中没有收录师傅的阵法，那你是怎么破阵的？就算师傅不擅长阵法，但元婴期修士布下的阵法，也不是你一个炼气9层可以参悟的呀。师兄说的没错，按照常理，我自然参悟不了师傅的阵法，但师兄却忽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天下间所有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师傅是太清观的观主，他修行的基础自然也是传承于太清观。太清观藏经阁中关于阵法的书籍，我已阅览10之8九，而师傅有所涉猎的乃是五行阵法一脉。在阅览五行阵法一脉的书籍时，我还发现了师傅当年留下的笔记和感悟，因此我对师傅的布阵习惯有了一些了解。裴明月，你掌管藏经阁，咱们太清观有五行阵法一脉吗？我虽然没有小师弟看的书多，但是藏经阁的大致分类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没听说过五行阵法这一脉啊。二师兄当然不知道了，二师兄看守藏经阁是在30年之前，但五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了。五行阵法这个路数，100年前的修仙界盛行一时，但后来逐渐被其他的阵法路数所替代。小师弟，你别告诉我，你去了书目。二师兄果然慧眼如炬，我确实去了书目。小师弟，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都看完了吧？裴明月师兄莫爷说笑，师弟我才入门10年，何谈看完？不过我已经看了3/10了。3/10？书坟里书籍的3/10，恐怕有40万之巨吧？没有这么多，书坟里共有藏书90万3521本。这些年来，我一共看了28万6385本，勉强有3/10吧。你说的五行阵法一脉，我好像听师傅说过，这是200年前某个宗门的看家本事，只不过后来被淘汰了。既然如此，那藏经阁当中收录的，应该也是五行阵法的基础和一些介绍。你凭借这些就能破了师傅的大阵？当然不是，我刚刚说过，师傅他老人家传承于太清观，而且不擅长阵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师傅大概率是无法自创阵法的。所以师傅他老人家的阵法本事都来源于太清观的藏经阁。在入门第2年的时候，师傅就给我展示了那块雷击木。为了破解师傅在留下的核心阵法，我花了1年的时间，阅尽藏经阁所有阵法书籍。一番比较之后，我发现师傅所布下的阵法，一番比较后，我发现他是将9宫8卦与北斗阵强行糅合。就是这个变种大阵，整整挡了我5年。直到后来，我在书坟里翻到了五行阵法的残卷，借用五行原理，补足了9宫与北斗的缝隙。知晓原理后，又花1年半破阵。10天前，终于打磨成了这口棺材。师傅，你那块雷击木去的真不冤啊！这混账小子为了做个破棺材花了8年，他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寿元耗尽吗？看，那是云州宗各大门派的人都到了。哎呦呦，这不是玄震真人吗？50年没见，居然突破元婴中期了，可喜可贺呀！有话说有批发。哼，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有多余的交流。玄震道长，你好歹是道门中人，脾气怎会如此火爆？虽然我境界比你高那么一点点，徒弟也比你的厉害一点点，但你也不能因为眼红我收了个好徒弟，就整天生气呀！呸！谁稀罕你那个破徒弟？老子有更好的！你徒弟200岁元婴后期，我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你给我等着！不行，越想越气。清醒，你带师弟进去，我非去跟那王八蛋再理论一番。师兄，
不是说云州宗有个念九仙子，怎么不见其人？念九仙子去大前国边境，不止天佛寺的空照禅师也去。空照禅师，他是天佛寺继承人，百岁出殿堂金丹后期，岁月真是最巧。当初天天找我变法的小和尚也成禅师了。师兄，他们这些顶尖天才去边境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与妖族月峰国开战了。每200年打一场，大前虽胜，却始终灭不了妖族。但这次太反常了，距离上次才过170年，妖族竟提前30年发动国战，这背后必有蹊跷。你就别想了，这等国战只有金丹境才有资格参加。等你达到金丹境，恐怕早就结束了。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始了，快和你宋远山师兄进去吧。长久师弟，这是哪里啊？宋远山师兄，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长久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3岁就被师傅带到太清观了，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对于外面的事情，我哪有你了解呀？那你肯听我的吗？我当然听你的呀！你去偷师傅的雷击木的时候，还是我给你把风的呢。既然听我的就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采花？长久哥哥，我们采花干什么？酿酒呀，这里应该是无量秘境当中的百花海，四季的花都可以在这里生长。我在古籍中看到有一种仙酿，名为百花酒，材料是取4季百花酿造而成，而且所有的花朵都必须是新鲜的。因为条件太过苛刻，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酿出来。现在可是天赐的良机啊！可是师傅是让我们进来寻找机缘的，我们在这里采百花酿酒，出去怎么跟师傅交代？根据我找到的无量秘境地图显示，从这里往东走30里，那里有一处残破青铜古殿，古殿中就有你所说的机缘，只不过要经过考验才能获得。我知道这个消息，其他人当然也知道。所以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面前：第一，去青铜古殿接受考验，并且和其他门派的弟子争个你死我活；第二，留在这里陪我酿百花酒。师傅和沈金红好酒，有百花酒奉上，应该受不了什么责罚。长久大哥，你快来看，这是什么？长久大哥，这里有块带花纹的石板。这东西体积似乎不小，挖出来看看。长久大哥，这是什么文字？我怎么看不懂呀？你当然看不懂，因为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啊！2000年，大前皇朝才建立了1800年，这具棺椁是大前皇朝之前的东西。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有些字我也不认识，让我仔细想想。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真是走大运了。长久大哥，这上面写了什么？一个人的生平简介。无自由修行，18岁时3981场，胜756场，负3225场；80岁时战4498场，胜1325场，负3173场；200岁时战1650场，胜985场，负780场；500岁时战130，胜115场，负15场。蓦然回首，天下再无敌手。我生得全息花飞绕，成几秒中天了。偶寻得一处洞天于孤独终老，得再3场人中敛撒，成香炉漫飞，因行者不可得。长久大哥，这人也太厉害了吧！一辈子居然打了这么多架，不过为什么他越到后面打的越少呢？这还用想？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战斗9战9胜，虽然只是简单的4个字，但却怎么也隐藏不住兴奋。想必这9场战斗，定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战斗。长久大哥，既然那位前辈留下了传承，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设下考验？他就不怕自己的东西被其他人？谁说没设考验？整个无量秘境就是最大的考验。面对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山，忘了初心的人。长久大哥，那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上面没写。打开看看，说不定有线索。看一看花海。当心！得此机缘，证明尔等尚未外物所迷惑。此套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望后世之人好好珍惜。此拳法不重招式，而重于意。晚年迎战9人，9拳出，9人败。后世习我拳之人切记，拳法可以输，但拳势不可弱。一拳打出，定要叫对手肝胆俱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世人称吾拜天仙尊。多谢仙尊赐下机缘。敢问此拳法叫什么名字？故拳法无名。长久大哥，我结单了。长久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1个时辰不到就结单了？不是1个时辰，我们在里面起码度过了2个月。2个月？有这么久吗？当然有。我们在挖出这具棺椁的时候，周围的花朵被我们破坏了不少。可是你看周围，
那些花已经重新长出来了。无量秘境虽然灵气充沛，但没有1、2月是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原来是这样呀！如果已经过去2个月了，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秘境了？估计快了。无量秘境开启的时间为5个月，我们酿酒花了2个半月，学习仙尊前辈的拳法又花了2个多月，还是快点收拾东西吧，搞不好马上就被排出秘境了。陆歌晨，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师傅和大师兄他们呢？边关告急，师傅和大师兄他们2个月前就已经去了。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这样我也放心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太清观由你们2人执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除了担心师傅和师兄，我还担心着一个小和尚和一个丫头。大前皇朝和越兽国的战斗持续了整整20年，就连闭关已久的化神老祖也前往了边关。昨天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不行。为什么？10年前你说，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就准许我去边关，现在书坟里的书已经被你看完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你可别忘了，我才是太清观的代理关主。五师兄下了，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一条手臂。长久大哥，我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了，我可以帮到他们了。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太清观观主。九师弟宋远山为太清观副观主，太清观大小分观全部往西后撤3000里。沈金红，师傅他们呢？月风国不知为何，元婴期大能突然暴增1倍以上。师傅被2位元婴后期围攻，最后陨落在凤凰山上。我们几个师兄是一起行动的，但是突然遭到了埋伏，大师兄拼着自爆把我送了出来。大前皇朝战败，以边关为起始，各地5000里赔偿给月风国。那师傅的尸体呢？你为什么不带回来？你是想看着师傅的尸体被人炼制成傀儡吗？别摇了，再摇沈惊鸿就要被你咬死了。你伤到了根基，我本领有限，救不了你。月风国的目标绝对不会是简单的5000里，他们想吞并整个大前皇朝。宋远山天赋不错，就是有些孩子气。这50年你要好好教导，太清观的未来在他身上。长久，你要干什么？我去给师傅和师兄他们收尸。说来不怕师兄笑，没来太清观之前，我的老本行是卖棺材的。之前做的雷击木棺材也是我提前为师傅预备的，现在正好用上了。长生才是最大的痛苦，世间如苦海，长生就意味着永远漂浮在苦海之中。我以前记得沈金虎你说过修仙界的一个故事，有个神秘存在，专门给寿元已尽的人收尸，一旦他出现，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这个神秘的存在，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叫送葬人。另外，你还详细的调查过此事，你发现送葬人的第一次出现是为100年前的赤玄老尊送葬。除此之外，送葬人还和天佛寺的空照禅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我只想说，送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他只是一个卖棺材的。长久大哥，你还会回来吗？我为你们都做了一具棺材，等你们用到它的时候，我会再回来的。过段时间你对外宣布，就说太清观的关门弟子走火入魔而死。为什么？长久大哥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照我的话做就是了。长久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太清观与他的缘尽近了，旁人不懂他，我们不能不懂他。我那爱面子的师傅呀，你平生这么爱面子，死了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呢？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师徒一场，这次就不收你们了。人族入城需交3枚铜钱。没有显现修为果然是对的。你听说没？咱们妖王的女儿要公开许婿了，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都可以去见识一下也不错嘛。听说狐族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作为贺礼呢。元婴境傀儡？你在开玩笑吧？骗你干嘛？是狐族从凤凰山弄来的，当初出动了3位老祖呢。师傅呀，狐族作为月风国的强族之一，我该怎么从他们手里把你弄过来呢？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月风国的妖王是白药妖王，
要是我成为了白药妖王的女婿，是不是就有机会从胡族手里要来这具傀儡呢？虽然这个想法很荒诞，但理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启禀妖王，白月莹公主逃跑了，还不快派人去找！掉了一根狼毛，剃头来见。雷雷，这么喜欢嫁人，你自己去嫁吧，本姑娘不奉陪啦。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呢？除了帅和才华，我一无所有啊！前辈救命！他们要杀我！想跑门儿都没有！不是，你赖着我干什么？前辈，他们要杀我，还请前辈出手。少演戏，想杀人的哪有光推不打的？你看看你身上一堆顶级法宝，你一个筑基期合理吗？你指定是哪个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大小姐，他们是抓你回去的。既然被看出来了，那就不装了。你不带我逃，我就说是你诱拐我，看我家里怎么扒你的。别白费力气了，元婴计划的如影随形符你解不开的，追我的可是金丹后期哦。这位姑娘，我不想掺和你的家事，放过我好不好？哼，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能耐你打碎我的防护鞘呀！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了。这是太清观的血盾，你是人族。恭喜你猜对了，不过没有奖励哟。咱们怎么办？大哥，现在怎么办？一个金丹中期怎么会用这么高明的盾术？快追！白月莹公主被人族带走，出了差池，我们等着被灭族吧！阵法起！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我出事了会比死还惨。我本不想招惹是非，但你自己凑上来，这可就怪不得谁了。就凭你这阵法也想困住本姑娘，做你的春秋大梦是吧？你对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压制了一下你体内的血脉而已。你说的很对，这个阵法确实很破，因为这是我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修修补补之后也勉强能用。阵法的功效很简单，那就是压制妖族的血脉，让其现出原形。不可能！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大前王朝早就拿出来用了。哎呀，你这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的呀。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我补全的阵法，这种阵法能是对筑基期的脆弱的很，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你刚要是不把机会浪费在说话上面，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想都别想，我不会告诉你的。有胆子你就杀了我！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但我可以把你的毛给剃光。你敢？我为什么不敢？我告诉你就是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你这身家还蛮丰厚的嘛，一般的元婴境修士都未必比得上你，还是全放进系统空间最稳妥。这下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追查不到。东西都给你了，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如果你还嫌不够，我可以给你更多。我爹是……我不想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你如果不说，办完事自然放你。但如果我知道了，你只有死路一条，明白吗？明白就好。接下来我给你做一点点小改造，保证让你改头换面。你说什么？白月莹被一个人族带走了？推算不出，天际竟然混沌一片。跟丢白月莹公主，这是你们的失职，自己下去领罚吧。多谢白药妖王。若只是简单的绑架倒好，月封国吞下大前半数国土，妖族内部似乎并不是很团结。是剑齿虎一族吗？不只是剑齿虎，狐族也异动频频。他们知道白月莹才是关键。既然他们这么想玩吧，正好也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月封国的王。瞧那个人族，居然敢在我们皇都大摇大摆的逛街！松口！不松！你还我洁白如雪的狼毛！和你说过很多次了，这墨膜是我特制洗不掉的。要想恢复毛色，只能把你的毛剃光，然后等新的毛重新长出来才行。另外，看你这么难过，我就给你起名小白吧，以此祭奠你那已经消失的毛色。太欺负狼了！你给我等着！对了，当初月封国和大前皇朝开战，很多大前皇朝的修士被你们打得溃不成军。但我听说云焰宗的长久仙女子和天佛寺的空照长师在月封国境内消失了，他们已经被你们杀了吗？哼，如果能杀早就杀了。要论大前皇朝最难对付的人，他们俩一定是其中之一。谁能想到他们居然你想套我的话？只是随便问一下，你不愿意说就算了。真的只是随便问一下吗？你用的血遁术乃是太清观的不传之秘，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天佛寺、云焰宗、太清观这三个门派可谓是大前皇朝的顶梁柱，彼此之间也互相有联系。你突然问起这两人的下落，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吗？你对太清观真是太了解了。
甚至比大前皇朝的修士还要了解。看样子大前皇朝出了叛徒呀！没错，大前皇朝就是出了叛徒。那不如你来猜猜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我不用猜，也不想去猜。皇朝交替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哎呦呦，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呀！但是你好像办不到。太清观观主玄振真人的尸体已经被狐族炼成了傀儡。狐族是月封国的强族，不但高手如云，族中更是有化神期修士坐镇。你一个小小的金丹能做些什么呢？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了吧，说不定本姑娘心情一好，就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了呢。多谢你的好意，但在没有确认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不会放了你的。另外问一句，你身上应该没有长辈留下的标记吧？哼，你猜。我检查了很多遍，你体内并没有标记，但这也不排除有更高明的手段我没发现。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会在你体内种下87道禁制，一旦出现了意外，你就会瞬间死于非命。你敢？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已经这样做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看呐，王座上那位就是白药妖王，旁边那位白胡子老头就是咱们月树国来历神秘的玄龟先生。是啊，要不是这次两国交战，玄龟先生立下大功，恐怕还没几个人知道他呢。月封子民皆知，我有一独女白月莹。如今小女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我欲在天下青年才俊当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位，将小女许配给他。诸位青年才俊，若是有意者，尽可上前。启禀狼王，在下对公主仰慕已久，愿意一试。林兄，在下也对公主仰慕已久，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胡战，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公主？你该不会是信口胡说的吧？林兄说笑了，对一个女子心存爱慕，未必要像林兄一样闹得世人皆知。我狐族知书达理，怎么会做出这种有违礼数的事情？等一等，我也要参加。此招婿大会说是挑天下才俊，实则是咱们妖族内部挑选。八家的种族都在，请让一让。这眼前冒出来的家伙是从哪儿来的？请让一让。对不起，借过一下。人族林长久拜见白药妖王。在下虽然没有见过白月莹公主，但是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人族滚出月氏国！这群家伙脾气还挺大，不过我脸皮厚。你想迎娶我的女儿，你凭什么？就凭在下拥有一颗真诚的心。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现如今我来了，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白月莹公主的心意吗？好一颗真心，就冲你这颗真心，本王允许你参加招婿大会。本王有言在先，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修士，皆有资格参加此次招婿大会。明日便是招婿大会的考验，至于是否能成功，那就要看你的本领了。玄龟先生，这位人族修士远道而来，你且安排他到胡府住下，莫要让人族觉得我妖族不懂待客之道。遵命。真扫兴，一个人族也配参加招婿？罢了，妖王发话，咱们走吧。见过胡兄，这几日恐怕要去府上叨扰了。林兄有如此胆识，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能与林兄同住一个屋檐下，这简直是天大的幸事。你们狐族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清皇朝来的，手下败将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这人族莫不是吓傻了，连个屁都不敢放？灵虎，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大前皇朝确实是月封国的手下败将，但月封国打败的只是大前皇朝，不是人族。你这番言论若是被一些人族大能听到，到时候引起了两族大战，你担当得起吗？快，种族大战的帽子扣下来，还要发票啊！光天化日之下，妖族内斗，你们是想让外族看笑话吗？林兄真是不好意思，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虽然月封国正与大前皇朝交战，但是我狐族一向亲近人族，还望林兄不要介意。无妨，胡兄快人快语，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那林兄现下请随我回府吧。禀妖王，那人族已送至胡府。公主被掳，如今又来一个人族，玄龟先生觉得二者可有联系？此人只是金丹期，因无力争比敌，想必他是幕后黑手的马前卒。现下公主未寻回，我们不可轻举妄动啊！去查清这人族来历，揪出幕后指使。遵命。
掳我女儿，还派个金丹蝼蚁来羞辱本王。若抓到幕后之人，定要将其碎尸万段。前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黎呀。原来是你啊！30年前的那个，你怎么会在这儿？前辈，静物说话，此不是说话的地方。这胡府果然藏着不少秘密，看来这趟浑水我是非趟不可了。前辈，你不应该来月风国的，月风国是是非之地。看样子你这只小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这与我无关。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想迎娶白月莹公主，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你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的。前辈，你与那白月莹公主素未谋面，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为她而来，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请你赶快离开月风国。你这个妖族叛徒！骗局，这就有意思了。狐族和虎族2大月风国的支柱都参加了，这怎么会是骗局呢？另外，这就算是一个骗局，你一个小小的狐族是怎么知道？前辈，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小丽恐怕永远无法筑基。我只能告诉你，招婿大会的地点一定会定在月风国的禁地。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关键的东西在手，去了之后只会十死无生。狐族和虎族已经拿到了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会有生命危险。若是前辈非去不可，那你一定要在禁地中寻找像和您一样的人族。叛徒，他简直就是妖族的叛徒！本姑娘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小白，现在你能给我说说月风国的秘密了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2个被撵进禁地的，应该就是念九仙子和空照禅师吧？想都别想，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千万别放了我，不然我一定将胡小丽那个狐狸碎尸万段。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他该死！看样子你们月风国经过一次大清洗啊！我遇到胡小丽的时候，她只是一个炼气9层的修士，那个时候的她语气中充满了天真，一点都不像是在底层摸滚打的修士。当时我还疑惑，一个妖族大户的小姐怎么会跑出来独自练？现在看来，她不是自己跑出来的，是被你们撵出来的呀！谁说胡小丽是豪门大户的小姐？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胡小丽如果不是豪门大户的小姐，以她当初的性格，恐怕早就死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如今她再次回到狐族，恐怕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啊！哼，就凭她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也想报仇？别说是她，就算再加上你，你们2个在月风国也翻不起什么风浪。都说过很多遍了，我对月风国的秘密没兴趣，你们是否要灭大陈国，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把师傅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你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吗？现在我是怀疑你和我的偶遇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你就是心存不轨，企图颠覆我月风国。随便你怎么想，我要睡觉了。大胆！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别睡了，我们要出发了。林兄，昨日休息的可好？昨晚我睡得十分香甜，多谢胡兄款待。林兄，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没错，我和小白相依为命，不管去哪里都会形影不离。林兄真是风趣，你居然给他取名小白，有意思有意思。没办法，小白总是幻想自己有一身纯白色的毛发，我只好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了。对了，我带小白参加试炼不影响吧？不影响，此次试炼不限手段，当然也包括战宠。林兄，请跟我来。快看，无战大人竟带了个人族来禁地谷口。走了这么久，周围这气息。胡兄，此处是何地？此处乃是我们月风国的禁地，也是招婿大会的试炼场所。在这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谁能将其摘下，谁就有资格迎娶白月莹公主。原来是这样呀，那怎么不见其他参赛的妖族？他们已经进去了，我是专程来接林兄，所以才没有进去。哎呀，原来是因为我才耽搁了胡兄的时间，是真让在下羞愧万分。哎，林兄不必自责，你我一件小事算不了什么。而且先进去的未必就能占据优势，谁能拿到彼岸花，谁才算赢。这人族命真好，竟得胡战大人如此看重。这等毒瘴，金丹期进去也得脱层皮。不愧是月风国的个禁地，果然凶险万分。胡兄，此处瘴气绝非寻常瘴气，在下这里有特制的解断丹，你要不要来上一颗？此处瘴气厉害无比，哪怕是金丹修斯也不能避免。不过我狐族体质强悍，所以就不用浪费林兄的丹药了。对了，林兄，此处瘴气应该是月风国禁地特有，林兄是如何看出来的？难不成林兄曾经来过月风国的禁地？月风国的禁地，在下自然没有来过，但我曾从一本无名古籍中看过类似的记载。那本古籍上记载了一些不同地方的风景，其中一处与这里颇有几的类似。原来是这样，那真是有意思了。据我所500年来，月风国禁地从来没有外人进入。
林兄看到的那本古籍到底是何人所著？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也说不定。言之有理，我们还是快快出发吧。林虎他们进去已经有段时间了。孔昭，你的无悲大法抵抗不了多久了。还要妖王，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祥的力量，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我为何要回头？力量就是力量，哈来正邪之分？若是不借助这股力量，我如何能灭了大前皇朝？虽然你我种族不同，但我十分的欣赏你。只要你肯弃暗投明，我愿助你突破化神境。哼，玄龟先生，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族的来历吗？回白药妖王，大前皇朝内并无他的记录，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哼，且容他再嚣张几日，等血祭完成，这天下无人能够拦我。到时候不管是人族也好，妖族也罢，所有人都要对我俯首称坤。禁地青铜古洞前，冤家路窄，双方剑拔弩张。两位，我觉得你们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不如好好的看一下这些遗迹。少在这故弄玄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日就是你林长久命丧之时。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什么叫等一下再杀？我现在是要杀你，你严肃一点好不好？顾战，你什么意思？你是要帮外族吗？林虎，杀人这种事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林兄，可看出什么端倪了？胡兄，大前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你听说过没有？略有耳闻。无量秘境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无量秘境当中也有一座青铜古殿。这个事情在大前皇朝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月封国的禁地当中也出现了一座和无量秘境类似的青铜古殿。胡兄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无量秘境是大前皇朝所掌控，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若不是听林兄说起，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别说你不知道，我怀疑两国之间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些青铜古殿上的花纹颇为奇特，看起来不像是寻常事。若是二位不着急的话，在下可以尝试破一下。这青铜古殿，我妖族不少长老也尝试破译过，但皆是无功而返。林兄有把握破译上面的东西？单独面对一座青铜古殿，在下当然没有把握。但是两座青铜古殿加在一起，说不定还真有办法可以破解。如果这上面的花纹真的记录了某些信息，那么留下这两座青铜古殿的人，其目的一定是想让后世之人知道些什么东西。之所以我们看不懂，那是因为时间久远，曾经的文字已经消失了。原来如此，林兄，你有发现了？是的，我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了。是什么？快说！二位作为族中少主，想必也是博学多才，你们一定看出了两青铜古殿的花纹彼此有联系，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字对应。这能说明什么？这东西存在的时间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当年的文字消失也在常理之中。林兄说的在理，但是林兄别忘了，留下青铜古殿的大能是想给后世之人传递信息。那位大能难道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吗？有话说有屁放，少在这打哑谜。当年的那位大能一定考虑到了时间的问题。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没人能够保证现在的文字能保存到以后。所以那位大能想要传递信息，一定会想一个可以跨越时间、脱离文字的方法。这个方法最为简单，也最为有效，那就是图画。文字可能会出现断层，但是图画却不会，因为图画是万物认知知识的首教途径。生灵出睁眼时，皆靠图像习得认知，观山川草木，便知其形与色。而这青铜古殿纹饰并非文字，实为图画，若当作文字看，自然无法读懂其意。天空降下巨手抓捕生灵，万物界未知力量打败了巨手。最初以为是上天恩赐，后来却发现这力量比巨手更危险。图案到这儿就断了。你还有其他拓纸吗？快拿出来！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抱歉，我手上的拓纸全部拿出来了。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10，想看完整故事，得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看最后这段，那股力量被封印镇压在18座青铜古殿之下，交由人妖等18个种族看守。至于其他16族的部分，早随岁月风化消失了。原来那股力量被镇压在18座古楼下，由人妖等族看守。这小子知道的太多了，你绝不能留。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惑的份上，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你的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这样的天赋，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当成宝。但我想不通的是，你为什么要来月封国参加昭序大会？
这个时候，你就别用仰慕白月莹公主这种话糊弄在下了吧。我来此是有目的，但我且先说一下我知晓的内情。风国修士突然倍增，打得大前皇朝丢盔卸甲。这种离奇的情况让在下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来到月风国之后，我又了解到了另一些事情，那就是月风国内部曾经遭到了一场很大的清洗。对此，我同样也很疑惑，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经过清洗之后，月风国的实力会不降反增。同时，我还了解到大前皇朝可能出现了叛徒，所有的线索看似好像有关联，但却始终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18座青铜古殿刻着同一故事，因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单靠一座无法拼凑完整信息，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大前皇朝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月风国。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如此青年才俊，世间罕见，真让本王刮目相看呐！启禀白妖妖王，此人乃是奸细，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大王。虎族总爱玩小聪明，怂恿虎族追求白月莹，无非想套取秘密。现在秘密知道了，还不满意？虎虎两族的老古董以为联手就能逼我，太天真了。林长久，我很欣赏你的才华，说出幕后主使并归顺我，饶你不死。白妖妖王恐怕要失望了，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另外，获取那股力量需以血迹为代价吧？你果然知道很多，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如愿吧。没了白月莹的血，唯饮着血池都无法助我突破化神期啊！玄龟先生，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喂，白妖妖王，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吃了你，我就能突破化神境。别白费力气了。我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自然也有反制你的办法。你为什么不怕我？师祖，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愿意显露真身吗？还是被你猜出来了。你果然是太清观500年来最为杰出的弟子。不远千里来到月风国，真是难为你了。跟师祖说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从沈金河口中得知噩耗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太清观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月风国修士暴增确实不假，但师傅他们经验丰富，不可能落个全军覆的下场。太清观虽然配合皇朝抵御外敌，但师傅他们的行踪是门派机密，哪怕是皇朝之主也未必能知晓，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全军覆没。唯一的解释就是太清观内部出了叛徒。在推测出这个结论之后，我怀疑过太清观所有人，甚至我还怀疑过师傅是假死，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会是司祖你。司祖你已经是化神大能了，在大前皇朝的地位无人可比，月风国根本开不出招来你的价格。合情合理。那你后来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那个叛徒？也是刚刚才敢确认。来了此地后，我碰到了一个妖族，他居然能认出太清观的不传秘术血遁，而且对太清观极为了解。但是，他却不知道太清观有林长久这个人，只能说明这个太清观的叛徒对我很好，切断了关于我的信息。为此，我还小小的实验了一下。招婿大会上我用出了真名，可是到了现在，月风国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师祖，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我说吗？说说吧。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觉？没问题，能做到这些，叛徒地位绝对不低。在没破解青铜古殿前，我还想不通，但是随着青铜古殿的秘密被解开，你的动机就出来了。我在书房看过一本500年前的无名游记，师祖，您在500年前就动了念头，对吗？招你入太清观，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我500年的布局，你短短5年就解开了，你的悟性可谓是旷古烁今。为什么？师祖，你想得到力量没有错。你哪怕想要另立皇朝，师傅他们也会跟随你的。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大前皇朝是我的曾经，太清观是我的心血。我本不想让太清观掺杂到这件事情当中，可是他们太迂腐了。当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们不但不支持我，反而将秘密说了出去。不然你以为云焰宗和天佛寺的人能发现我的布局吗？布局了500年，我不允许有人坏了我的好事。那沈惊鸿呢？你为什么会放过他？惊鸿的性子懒散，你又不是不知道。谢清衡他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他出去偷懒了，所以他并不知情。对了。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师祖，您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反倒糊涂了？无量秘境你估计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我藏私了一部分花纹，难道你看不出来？有这么杰出的弟子，都快给我高兴糊涂了。以你的性子，藏私也在情理之中。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人群中一眼相中吗？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就连我也没有的气质，那就是淡然。你不似凡人劳碌，不似修士执念，仿佛世间万物与你不过过眼云烟罢了。
修行者修道只为长生，但哪怕是活了1000年的化神期修士，身上也没有你那股气质。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看错。现在机会这么小，只要我们联手，我们能比所有人走得更远。怎么，你也觉得你大可放心？我详细研究过这个事情，直接吸取力量确实会引来一些麻烦，但是经过血脉的过滤，就不会有这个麻烦。看守青铜古殿的18个种族，正是过滤这股力量最好的证据。白曜妖王那个蠢货一直用他女儿的身体过滤这股力量，他以为这样做就没事了，但他却不知道，血脉不只是无法过滤干净的，不然他也不会被我反制。师祖不是担心这股力量是否安全，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来月风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但你也应该知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弟子当然知道，还请师祖薛看在曾经的情分上，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送葬人，有意思的称呼，但你为什么只挖了3座坟？难不成你认为你能活着带走他们？师祖，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弟子在没有入门前是卖棺材的。因为一些偶然的情况，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稀里糊涂的称号。但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弟子对量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今天只用得上11具棺材，所以弟子不会再拿出多的棺材了。哦，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师祖，听说过拜天仙尊吗？孽障，还敢现身！空照，你还在等什么？师祖，弟子是卖棺材的，终有一日，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不行，还不够远。你给我活下去！他要是能追过来，就让他杀吧，老子不跑了。我的好徒孙，你可千万要躲好了。若是让师祖找到你，你恐怕就小命不保了。唐九，咱们能不跑了吗？玉化真人只是化神圆满，他不是化神之上。我们现在已经逃出万里之外，他抓不到我们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天知道我哪位师祖有没有什么秘术能找到我们。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先跑个2万里再说。你别说话，抓紧时间疗伤。等你伤势好了之后，你来带着我们跑。这下不用跑了吧？我们距离月风国已经整整3万里了。玉化真人就算是神仙，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了。确实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和月风国隔着一个皇朝，羽化真人就算想来抓我们，恐怕也没这么简单了。既然你说没问题，那大概就是没问题了。对了，你当年念九呢？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不见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是告诉我念九已经惨遭毒手，我勉强接受了。但这句不见了是什么意思？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入月风国禁地的，怎么会不见了？宗门得知羽化真人叛国，便前我与师叔探查禁地秘辛，以扭转战局。入禁地后，凭太清观线索，我们顺利探查月风国的秘密。可是，在封印不祥力量的时候，我们被人发现了。妖王召集了2位化神期老祖围剿我们。那个时候，天赋色云烟宗的搞都来救援了。最终，2位老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强行将那股力量封印斗了大半。我想知道顾念九是死是活。老祖牺牲后，我们2个以为马上就要生死道敲，师叔居然在青铜古殿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那阵法稍微修补一下还能用。然后呢？你别告诉我你独自一个人留下来断后，让念九先走。这当然不可能了，能活着谁想死呀？只不过我在传送途中掉出来，只能躲在封印的裂缝当中与他们对持了。传送阵通往哪里？不知道。上古传送阵威力大得很，但距离应该在10万里以上吧。茫茫人海，去哪找念九那丫头？不必用心，师叔已是元婴圆满，半步化神，何处都能安稳立足。你昔日天赋平平，为何骤至金丹？师叔似早与你相识，你究竟活了多久？不是你哭什么？你爹又不是我杀的，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保住一条性命，你应该高兴才对。我凭什么不能哭？我最爱的父亲利用我，而且他还没了。碰到这种事情，你哭不哭？谢谢你为我爹做的，虽然他利用我，但他终究是我爹。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这修仙界我是看透了。我去别的地方，还是打算干我的老本行，卖棺材。你们2个呢？
我要回去。你呢？阿弥陀佛，两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贫僧愿意以身施法。说人话！我要带领天佛寺跑远点，羽化真人不会放过天佛寺的。先生，青铜古殿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了吗？你真的找到了？也罢，陪你走一趟便是。去月封国收尸花了5年时间，在这玄武国又过了43年，是时候出山了。此次前往长安，星河本该安排高等魔兽作为先生的坐骑，但是考虑到情况特殊，若是太过招老咬，恐怕会给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等到达了长安，星河一定好好的给先生接风洗尘。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先生，你不但修为不差，还精通炼丹、阵法、医术，请问先生是如何做到门门精通的？在下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把你们丢弃的时间捡了起来，仅此而已。修身先修心，心境不够，如何能在修行之路上引吭高歌？先生如此大才，玄武国愿以国师之位待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你这次花这么大的代价请我出山，说明长安城的情况已经十分不乐观了。你父皇还能活多久？父皇不足1年寿元，已下令谁寻得龙血，便可继位。左皇活了2300年，所求怕不是墓穴，而是逆活长生之地，但极难寻。诸位皇子皆有能人相助，先生有几分把握？10成不敢说，5、6成还是有的。先生当真有如此大的把握？找到那个地方的把握我有，但找到不代表能成功。逆活一世，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你最好劝一下你的父皇，让他打消这个念头。10年前朕许诺，谁寻得真正的续命仙源地，玄武国皇位便归谁。今日就是你们亮出成果的时候。父皇，儿臣踏遍千山，寻得绝世龙血，可助父皇再活一世。先生，别吃了，快说句话。宴会吃才是正事。再说，你操心的事根本就不对。不谈龙洞续命，那我该操心什么？你爹大限将至，你们9个儿子反倒兴高采烈给他挑地币，你爹这辈子也是真够苦的。先生，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吗？亡羊补牢，不晚。动作夸张点，越逼真越有用。父皇，儿臣舍不得您啊！大殿之上，哭哭啼啼，成何体统？父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眼看就要与父皇天人永隔，儿臣心中悲痛难忍。孝心朕已知晓，生离死别乃是天道，不必过度悲亲。多谢左皇。大哥，你从哪里找来的乡野村夫，这般粗鄙无状，任由他在大殿放肆，简直丢尽玄武国颜面。没听过压轴出场，好戏都留到最后。左皇，可否借一幅全境大图？准。左皇，这8处被众人奉为至宝的龙穴，在我眼里全是垃圾。
放眼整片疆域，唯有一处地穴，能给陛下逆活一世的机会。放肆！你师从何门，竟敢如此狂妄？我无门无派，自学的。本职卖棺材，包办白氏一条龙。父皇，您听听，大哥找的这是什么人？分明就是来蹭吃蹭喝的江湖骗子，耽误父皇续命大事。世人不明父姓。先生职业特殊有趣，不知该如何称呼？在下姓林，名长久。长久，好名字。你言8处龙穴皆无用，有何依据？陛下要的是逆活一世的逆天机缘。若这种大道福地是寻常术士能轻易找到的，天下修士何须困于寿元枯竭？他们个个夸夸其谈，虚言哄骗，哄人的东西自然是垃圾。言之有理。那你看中的龙穴在何处？就是这里。荒谬！荒古禁地生灵误入，尸死无生，这般绝地怎么可能藏有续命仙缘？禁忌？那我问你们，什么是禁忌？禁忌便是禁忌，无需解释。你引诱陛下踏入死地，其心可诛。老朽恳请陛下诛杀此子。长久先生为何偏偏选此地？你似乎看透了禁忌本质。陛下说笑了，禁忌无人能彻底参透。我只总结4字：不可认知，不可定义，不可描述，不可观察。具备此4者，便是禁忌。既然凶险，为何还要举荐？洞天福地，能者居之。禁忌之地，蕴藏世间最顶尖的大道力量，恐怖到万物不敢提及。昔日绝世强者葬于此地，留存的大道地蕴，绝非凡俗龙穴可比。那8处福地，常人眼中绝佳，可对陛下逆活而言，远远不够。想要逆天重生，唯有向死而生，硬闯荒古禁地，方有一线生机。今日朕罚了，尽数退朝。自今日起，长久先生为玄武国国师。不是啊，陛下，我当初和大皇子说好的，绝不担任任何官职。先生，你为何执意选择荒古禁地？大殿上我不是已经说过缘由了？先生公开的说辞无懈可击，但我知道。原以为你还算通透，能看透局势，看来是我高看你了，属实失望。先生此话何意？玄武国谁最强？自然是我的父皇。谁最了解玄武国山河？亦是父皇。整片国土皆被他亲自丈量，这不就结了？陛下修为冠绝天下，熟知全境地势，他难道分不清哪里能助他逆活一世？你的意思是，荒古禁地？没错，你熟读史书，应该清楚，父皇活了2300年，前2200年，他孤身一人，无道侣，100年间儿孙满堂，这姿态像极了提前交代后事。先生，求你劝劝父皇，荒古禁地杀伤漫天，稍有不慎，整个玄武国都将覆灭。我只是外人，如何劝得动活了2000多年的帝王？真要劝阻，该你这个皇子出面。这里就是你们的藏书楼，陪我进去逛逛。我就不陪先生了。玄武阁门禁森严，无父皇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另外，先生切记，入内只能观摩，万万不可随意挪动器物典籍，一旦触碰，
陛下有令，长久先生入玄武阁，所有典籍宝物可随意调取，任何人不得阻拦。命大皇子左星河全程陪同，务必让长久先生尽兴。多谢陛下。先生，你该不会本就姓左，是父皇？别开这种伦理玩笑，我姓林，跟你们皇室半点关系没有，不是私生子，也不是你哥。既然无关，父皇为何如此？这是玄武国通史，记载开国至今所有迷信大事。好东西。你当初他的青铜古殿线索就是从这儿看到的，没错。此前我入阁调取九转玄功，打算再度请先生出山，偶然发现了这条线索。你父皇为了引我入局，真是煞费苦心。先生什么意思？这本书千万字句，海量内容，偏偏你随手一翻，就精准翻到青铜古殿的记载。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背后有人推动，除了你父皇，还能有谁？整整10年，你年年千里奔波寻我出山，这般异常举动早就被父皇看在眼里。他察觉我的存在，查清我的底细，摸清我的所求，故意制造巧合，请我入局。可青铜古殿之事，我只对先生一人提过。你调查线索，一举一动都在长安城，在这长安城1亩3分地，你做的每一件事，你父皇怎么可能不知道？先生，难道你有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只有半成。不过你也小看这半成把握。好了，你走吧，我要安静的看书了。你还真沉得住气。见过陛下，玄武阁给你了，国师你也当了，资源你也是照版全收，拿到这么多好处，依旧贪得无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交易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陛下，强买强卖可不行。而且陛下也不会杀我，更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哼，你凭什么这么笃定？就凭荒古禁地啊！若是强迫我帮助陛下，想必陛下心中也会有些许不安吧？开出你的条件。我想请陛下帮我除一个人。有意思。以你的实力和智慧都办不到的，想必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我突然对你很感兴趣，能说说你的过往吗？既然陛下想听，那在下就给陛下说说吧。这个故事还要从80年前说起。越缓国禁地一战之后，我逃到了玄武国，然后在这儿待了43年。你不惜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也要请我出手除了你的师祖。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报仇吗？并不是，请陛下出手，只是为了曾经的一个承诺。当初离开越汉国的时候，我说过要替他送葬，说过的话自然是要算数的，齐聚相助。好一个说话算话！据你所说，青铜古殿共有18座，彼此之间应该也是有着某种联系。而这其中一座青铜古殿出现在了荒古禁地，这应该就是你那半成把握的由来吧？没错。你把青铜古殿的秘密告诉了我，你就不怕我像你师祖一样，借用青铜古盘下那不祥的力量？
在下之所以寻找青铜古殿，那是因为有一位故人在青铜古殿当中消失了，我想确认一下他的安全，仅此而已。准备一下吧，明日便出发，我的时间不多了。陛下，我那位师祖50年前就已经是化身圆满了，您真的有把握吗？荒古禁地，你口中的化身圆满敢进去吗？荒古禁地的恐怖难以言述，别说是化身圆满，就是化神之上恐怕也不打他的主意。化神之上不敢做的事，我敢。师祖，时隔50年，土坟终于要来履行承诺了。您老人家应该会很惊讶吧？九师兄，长生哥哥，先生，你在看什么？看看曾经的故人。你小子人还不错，脑子也比较灵活。相识一场，等那一天到来之后，一条龙8折。星河多谢先生好意，但一条龙还是再等等吧。师兄，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现在是上泉关的观主，大名鼎鼎不败道人，抵挡夜月国的攻势还要靠你。如果你出了问题，其他人怎么办？而我只是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就算夜月国发现了我，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师兄，你说灵长大哥会回来吗？他当然会回来，因为他要给我收尸送葬呀。如今我快死了，那就说明他快回来了。走吧，你身上还有很多的担子。师父，你说一个好好的上清关，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呢？先生，这送葬人真有这么厉害吗？居然能无声无息的在妖族境内杀死一个妖王。您是大前皇朝的人。送葬人我知道，不过你放心，他不会阻拦玄武国的。先生这话就不对了，此人行踪神秘，而且性格难以琢磨，我们防患于未然也是有必要的。送葬人是我的外号，我怎么不知道我喜怒无常，而且还是杀人狂魔？先生，你怎么会是送葬人？别忘了，我可是包办开丧葬一条龙的，专门替人收尸下葬，有个送葬人的称号，有什么奇怪的？先生，你要去哪儿？我不擅长争斗，这件事我便不掺和了。你天资聪慧，只是眼界尚且不足。父皇，您为何不拦住他？更准确地说，你尚且无法看透人心，分辨世人。他日你若能彻底看懂林长角此人，便真正拥有了执掌玄武国的资格。只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父皇，您当真非要前往荒古禁地不可吗？或许还有别的方法。在一众皇子之中，你是最看轻我的那一个。你觉得曾经睥睨天下的父皇变得怯懦，觉得我不敢直面生死。日后若是有机会，你一定要重用林长久。为何？因为他身上有着我穷尽一生也未曾拥有的东西。有林长久辅佐，你的帝王之路
会安稳顺来太多。可林长久看似对权位名利毫无兴趣，这便是你要解决的事。我不可能替你铺好所有路，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小师弟，是你来了吗？三师兄，是我。我就知道你会来，你这人向来言出必行，许诺过的事从来不会落空。师兄，你时日无多了，我趁早给你换上寿衣吧。等你身子彻底冷透了，再换衣裳就麻烦多了。臭小子，我人还没咽气呢，急什么？50年不见，你就不能好好陪我说说话？三师兄，你别告诉我你还有遗愿，我可不擅长这个啊！放屁！你三师兄，我是那种放不下凡尘琐事的人吗？废话不多说了，快让我瞧瞧，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棺材？师兄，我给你备了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此棺可保肉身千年不腐，你摸摸。不错，没白疼你。对了，你师祖的棺材可曾备好？早就备好了，千年雷击桃木，棺身刻录了我毕生所学的所有阵法，保证师祖不会诈尸。还是我的小师弟思虑周全。师兄，这是我依古法亲手酿制的百花酒。师父，各位师兄，我还要去接师祖来与你们团聚，我先走一步了。父皇，无量秘境液已尽数落入我方掌控，如今仅剩羽化真人盘踞的夜月国禁地尚未攻克。另外，天佛寺众人求见父皇。夜月国禁地围而不攻，天佛寺的人让他们接着等。陛下恕罪，长久方才处理些许私事，来迟一步，一点不迟，来得刚刚好。你的师祖已被我困在夜月禁地之中，就等你前去给他送葬。另外，你的几位故人已然知晓你归来的消息，说说看，你打算先去给师祖送葬，还是先去会见故人？自然是先去见故人。我那师祖在陛下眼中或许不值一气，但我可打不过他。不如我与陛下分兵行事，各司其职最为稳妥。我最欣赏的便是你这份事事稳妥的性子。也罢，我便留你师祖一口气，让你们徒孙二人好好叙叙旧。这么猛的吗？哎呦，真危险！还好我不爱凑热闹。
长久大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跟屁虫也长大了。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走我该走的路。你还是要走？也算不上走，我只是去我该去的地方。为什么？上清关百废待兴，长久大哥，你当真要撒手不管？重建上清关是你的使命，而非我的。万事讲一个缘字，我与诸位的缘分已然尽了，也是时候道别了。小和尚，我马上就要走了，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句？哼，你执意要走，这世间何人能留得住？那边的战事快要落幕了，我得去给一位故人收尸送行。别看了，这家伙从来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停下自己的脚步。我还能再见到他？不好说，但若是活得久一点，来日或许还有重逢之机。师祖，徒孙给你打造的这具棺材，你看怎么样？不错，看得出你很用心。现在都到这个份上了，师祖能不能回答徒孙几个问题？问吧。无量秘境之中，同样存有一座青铜古殿，您为何偏偏要来夜月国另行布局，多此一举？无量秘境，原来是这样。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杀了师父他们，你后悔过吗？生吃黄连，苦也甜。好一个生吃黄钱苦也甜！既然如此，那便由弟子送您最后一程。对了，这图画上的大手代表着什么？你对青铜古殿研究了这么久，应该知道些什么东西吧？我当然知道，但是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就算我说了，你敢信吗？也对，你的话我还真不敢信。陛下，可有收获？确实有一些。每座青铜古殿当中，应该都有一个传送阵，而传送阵正当中还蕴含着某种联系。至于具体什么联系，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里的传送阵已经毁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无量秘境那座青铜古殿上面了。原以为青铜古殿只能起到一丝帮助，谁曾想作用居然会如此巨大。这样一来，安全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起码多了2成。对了，这应该是你的东西，还给你吧。多谢陛下。百拜仙尊乃是2000年前的人物。陛下可否听说过他的名号？听说过，只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陛下，4000年前百拜仙尊就存在了，那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不清楚。陛下，在下还要给师祖安葬，就先行告退了。
去吧，但是要快些。取走无量秘境的青铜古殿，可花不了多少时间。赤红色的土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这3尊傀儡是左皇倾尽整个玄武国的资源打造的，每一尊傀儡都可敌化神期大能，其防御力就算是化神境救世全力攻击，一时半会也无法击破。用这些傀儡来探索荒古禁地，绝对是最安全最好的方法。在左皇的操控下，傀儡小心翼翼地踏入荒古禁地的范围。看样子，荒古禁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进来！坐。所有人都死了！荒古禁地不可侵犯。我还活着，这里太恐怖了。在这荒古禁地当中，没有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这不完犊子了吗？系统，这情况怎么办？我永远困在这里吗？宿主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这还用说，因为这阵纹太厉害了呀！那宿主为什么不尝试参悟一下这些阵纹？研究阵法一直都是你的爱好。可是这个阵纹太复杂了，以我的境界去参悟，就算再过1000年我也参悟不了呀。那10000年呢？时间对宿主来说还有意义吗？对呀，多谢系统大大的提醒，忘了自己的情况。和其他人待久了，我差点都忘了自己的情况了。
前辈，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了，我这可是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做的生意一向物美价廉，这个价钱卖给你，我真没赚多少，这是最低价了哈。你要是不反对，我可就当你同意了。果然，岁月才是世间最无解的利器。这般上好的丹炉，硬生生废了，实在可惜。这么牛的丹药，偏偏文字看不懂，光给图画有什么用？前辈们，我又来了，这可不行。哟，前辈你还挺自觉，主动给费用，客气了不是？我收了啊。阵法大师，金色阵纹是大道的一种表现方式，又称出为道纹。道纹有逆转山河、颠倒日月之能，非无上者不可掌控。这进展还是慢了呀。还有499步，这才迈出300步，再有30年又要沉睡了，我要加快速度了。真就离谱，为什么就不能创造一种一直流通的文字呢？要是我能把上面的字认全了，估计速度还能快上几倍。左皇，真不是不给你收尸，实在是我的时间要到了。您老人家多担待一下，还有800步，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来给你收尸。系统，虽然我在荒古基地待了这么久，但是我依旧没把握保证安全。我在沉睡期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回宿主，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在沉睡期间，宿主将会拥有无敌状态，任何存在都不能对你造成伤害。无敌状态。另外，沉睡期间，宿主的一切生机都会停止，变得极轻极缓。那个时候的你和地上的一块石头没有区别，好像确实挺安全。系统，照你这么说，那我岂不是可以在沉睡期间纵横荒古地了？系统不建议宿主这样做，因为在沉睡期间，无敌时间是有时效性的。无敌时间总共只有10个呼吸，10个呼吸过后，宿主会被强行唤醒。无敌时间还有限制，真小气。系统，开始沉睡吧。沉睡时间直接拉满，我这属性点还是太弱了。沉睡开始，潜睡时间160年。这种一天不变的环境真让人压抑，怪不得总说山山方7日，世上已1000年。待在这种地方，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不行，我要把我的防御拉满，这样才安全。系统，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个标签呀？就是那种把各项数据转化成具体境界的那种，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几斤几两呀。标签添加中，标签添加完毕。果然如此。元婴初期之下不可破，这个防御力还可以，在外面自保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需要修炼了，要是再不快点拥有修为，搞不好会饿死。
这资源多，修炼就是快。元婴后期应该够用了。要是想突破到化神境，我估计得花10年，这可不划算。虽然自己很快就能修炼回来，但是每次沉睡都要重修一次，这种事情也太麻烦了。天地绝命阵，就是你了。入此阵者，上断天路，下断黄泉，绝天绝地，亦绝命。这样厉害无比的阵法，想必应该能封住自己沉睡时体内那缓慢溢出的灵气。天地绝命阵乃是杀阵，想要改成困而不杀，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呼，陛下，为了给你收尸，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想必你也不会让我白忙活一场吧？这不是玄武国的九转玄功吗？另外，这个东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陛下，你这多少有些不地道呀！合着玄武国祖上早就有人进来过荒古禁地，而且还带出来了一些东西。以前我还一直纳闷，玄武国都没有人进入过荒古禁地，又怎么会知道这里面有一座青铜古殿？现在有了九转玄功为证，这个谜题算是解开了。陛下，这世上那些无法解开的谜题，恐怕都是这样产生的吧？玄武国祖上有人进过荒古禁地。还有，玄武国的老祖宗从荒古禁地当中带出了九转玄功的残卷。从这么危险的地方带出去一件东西，那足以证明这东西很不一般。现如今你死了，这些秘密也彻底被你带进了棺材，多少有些可惜了。原来如此，18座青铜古殿大概率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样一来，3色传送阵只能随机传送。丫头，你可真会给我找事。这里的部分花纹被人抹除，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一些事情。现如今，如果我想找到你，那就必须弄清楚镇守18座青铜古殿的种族是哪些。幸好我足够小心，要是肉身传送，那我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了。动了！不是吧？我刚落地就来这么大的场面，还能不能玩了？这是哪儿？这里是10万大山，你是谁？
天神，感激白巫。他们该不会是把当成什么了不得的大能了吧？神使大人，您慢用。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你也来吃点吧。既然你不吃，那不如你来教我这里的语言吧。你们这儿的语言我听不太懂。啊，好了，暂时就到这儿吧。阿蛮，你先回去休息吧。神使大人，求求你救救白巫族吧！黑巫再这样下去，我们白幽会被那些黑巫逼死的。你们和黑巫族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帮你们调停一下。至于能不能行，这就要看天意了，我也不敢保证。黑巫族，神使大人，前面就是黑巫族的驻地了。去把你们族长给我叫出来，就说神使大人来了。不是，这是什么情况？你现在是你敌人的地盘上，你这种语气不太合适吧？这试探比想象中弱小。这就有点过分了。你们两族应该是敌对关系，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人？还有，我刚刚只是用了很少的神识，他为什么就吐血了？难道想碰瓷？都把蛊虫收起来，不得对神使大人无礼。刚刚是我冒犯了神使大人，还请神使大人见谅。可是据我所知，黑巫族和白巫族应该是敌对关系吧？是的。那他说的话你信？我信。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对呀，这什么情况？当年黑巫白巫原本是一家人，但凡巫族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族人需要分裂成两部分，一强一弱，生死互不相干。看你们这样子，应该才分裂不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你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10万大山虽然生活艰难，但我们巫族还能勉强为生。可是，在3年前，有一只雷兽来到了我们巫族的地盘，它不断压缩我们巫族的生存空间。如果不是快活不下去了，我们又怎么会将自己的族人赶出去呢？雷兽，兽族的确很强大，光凭巫族的情况，估计很难抵抗。不如这样吧，我帮你们重新寻找一个栖息地，然后你们也帮我一个忙，怎么样？多谢神使大人。神使大人，你可能不太了解这10万大山。此处瘴气横行，毒虫凶兽遍布，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栖息之地，比登天还难。事在人为嘛，能不能找到，先找了再说。如果实在找不到，你们再按照原本的祖训进行就是了。敢问神使大人，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没什么，我要找一个东西，那是一座青铜古殿。这东西你们应该见过吧？怎么，这个青铜古殿有什么问题吗？
神使大人，您说的青铜古殿，我们知道，那里原本是我们巫族的祭祀之地。可是3年前，青铜古殿被雷兽拿走了，我们不是雷兽的对手，告示出命。别急，只要知道青铜古殿的下落就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有谁知道雷兽在哪里吗？我想去和他谈谈，毕竟兽族也不全是顽固不化之辈。我知道雷兽在哪里，我带你去。阿力，滚回去！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阿爹，我已经16岁了，上个月才进行的成人礼，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要为巫族出力，我不想让祭司爷爷他们死。水月洞天的情况只有我清楚，我是最好的带路人。好吧，那你就带神使大人去水月洞天吧。不过你要记住，10万大山很复杂，你要保护好神使大人。阿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神使大人出问题的。神使大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就现在吧。神使大人，我们不要飞得太高，不然会被凶兽攻击的。神使大人，你会帮我们脱离困境的，对吗？在这世上，求人永远不如求己，而且我不会永远留在这儿的，以后的日子你们只能靠自己。人族修士林长久求见。卑微的蝼蚁，滚！神使大人，您没事吧？没事，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时候弄死这只雷兽，我什么时候离开10万大山。他为什么这么做？玄武帝尊那样的大能都没有向我吐口水，他凭什么？你们认为我是神使，那你们应该也相信我的能力。我要在10年之内弄死那只雷兽。如果你们认定我能赢，那就来帮我；如果认为我不能赢，那你们就尽快离开，省得到时候殃及池鱼。神使大人，吃点灵果消消气吧。我知道你们有祖训，那就是要不能招惹祭台上出来的人。我不是你们祖训当中提到的人，神使这个称呼就不用叫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不说这个事情，那你想说什么？长生大哥，我听说大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幸好我足够小心，要是肉身传送，那我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了。动了！不是吧？我刚落地就来这么大的场面，还能不能玩了？神使大人，这些东西能打跑雷兽吗？并不能，这是聚灵阵。这个阵法不但可以聚集灵气，
而且还可以屏蔽大山中的瘴气。我观察了一下巫族的蛊虫之道，蛊虫的威力并不小，只可惜你们碰到了蛊虫的克星雷兽。雷兽坚硬的鳞片可以抵御大多数的蛊虫，更是将一切蛊虫死死克制。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应该不会这么狼狈。神使大人说的对，我巫族能在大山中活下来，自然也是有应对危险的首领。只可惜我们巫族的金蚕蛊失传了，不然未必对付不了雷兽。金蚕蛊？什么东西？这是我巫族最强大的蛊虫，蛊神。据传闻，金蚕蛊可蚕食世间一切，哪怕是雷兽的鳞片也不能阻挡。神使大人，您在干什么？没干什么，研究点东西。你来找我干什么？神使大人，您这么厉害，我想拜你为师。拜师的事情你就不用想了，我从不收徒。给古力族长的那2份功法并不差，你好生修炼，未来的成就不会低。神使大人就是了不得，这八九玄功一听就是很厉害的功法。等等，神使大人，还有什么事吗？你刚刚说八九什么？八九玄功呀。你能看懂这上面的字？这有什么看不懂的？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是说你为什么会认识这上面的文字？神使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巫族的文字，我为什么不认识？巫族的文字？是啊，我只学了怎么说，没学文字呀。阿丽，你来帮我翻译一下这上面的文字。八九玄功，就算练成了，威力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亏我还当个宝贝。阿丽，看样子你活该有这场机缘。既然你翻译了八九玄功，那我就把这篇功法传给你吧。你先别着急，我传你功法，那是说明你有这个机缘，并不代表我要收你为徒。另外，你学得这八九玄功之后，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族人。这功法来历太大，若是你随意透露，搞不好会为巫族引来杀身之祸。神使大人，你放心，我谁也不告诉。以后叫我先生吧。好的，先生。好了，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吧。你回去之后要好生熟悉。阿丽记住了。先生，今天有什么收获吗？老样子，那只雷兽还是很少出来。先生，连你也不是那只雷兽的对手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了，你的八九玄功练得怎么样了？刚刚到第7层。10年时间能将八九玄功练到第7层，你很有天赋。只可惜我手里只有八九玄功的前9层功法。等你把纵地金光这门神通学会了，我们就可以找雷兽的麻烦了。先生，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10万大山，我该如何判断未来对手的实力？没法判断，你只能靠自己的直觉。外修内修各有优点，生死之战，胜负往往在毫厘之间，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足以决定生死。那这也太麻烦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统一的修行之法呢？内修外修各有优点，内外兼修不就行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八九玄功虽然可以做到以肉身修出元神之力，但本质上还是偏向于外修的。说不定千百年之后，你会统一整个修仙界，然后创出一个全新的修行体系。
你们又在聊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阿满，你是越长越漂亮了。另外，以先生的境界，早就已经辟谷了，你为什么一直坚持送饭？因为多沾染点人间烟火，这样也能多点人味，不是？而且阿蛮做的饭这么好吃，你难道不想吃？就是，不是我不想吃饭，实在是你偏心眼儿。先生的饭菜里每次都有鸡腿，我的都是绿树叶。爱吃吃，不吃一边去。你观察了雷兽10年，看出雷兽的弱点了吗？雷兽的弱点我没看出来，但问题倒是看出来一大堆。水月洞天的灵力并不多，雷兽为什么一直赖在这里？然而更有意思的是，雷兽本可以轻松灭了巫族，但他只是将你们吓走，这明显不是凶兽的做法呀。另外我还发现，每次雷兽进食之后都会十分嗜睡，这也是非常违背常理的。要知道，化神期的修为不睡觉也不会有问题。这些问题对打败雷兽有帮助吗？纵地金光练成了没有？回先生，纵地金光我已经掌握了。好，跟我来。先生，你这是打算去水月洞天吗？是啊，有什么问题？先生，这是要动手了吗？我马上回去召集族人。你叫人干什么？这件事就我们2个去。一只单独的雷兽，至于动用我准备的底牌吗？先生，你还有更大的谋划。我们杀了水月洞天那只雷兽，你觉得雷兽背后的种族会放过我们吗？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麻烦。今天我们的行为不但是启动整局的开始，也是整个布局最为关键的一环。要是无法到达我的预期，那我们就准备跑路吧。先生，你放心，这次行动，我阿力就是拼上性命，也要助先生一臂之力。拼命倒是不用，你待会儿只用把嘴闭上就行了。人族林长久有至宝献上。雷兽大人恕罪，我是感谢雷兽大人10年前的不杀之恩的。我偶然得到一块仙石，特意前来献给雷兽大人。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你敢戏弄我？雷兽大人明鉴啊！我捡它的时候，它不但散发出了五彩光芒，而且内部还隐约有一块仙金，所以才来献给大人的。敢结辩，滚！愚蠢的人族！我雷兽一族以金属和矿石为食，身体更是百毒不侵，休想伤我分毫。待我完成这里的事情，定要将你们全部吃光。人类，你再敢碰我！叫什么叫？没看到我正思考吗？你大喊大叫会打乱我思路的。是谁？是谁杀了乌尔？你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你能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吗？很精彩，但我不建议你了解外面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外面的世界比这大山里的毒虫凶兽更加危险。在外面的世界，死亡有些时候反而是一种解脱。
把树皮交给古力族长，让他按照这上面布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会选择和我一起对付雷兽。至于这木雕嘛，就送给你了。从我来这儿开始，你就一直盯着它，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长生大哥，我没有。有没有我看不出来吗？普通的木雕而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想要就拿去玩吧。谢谢长生大哥。兽族通常是群居，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了更老的，还真难搞。我需要精密布置一下，给他团灭。神使大人，这些东西能打跑雷兽吗？并不能，这是聚灵阵。这个阵法不但可以聚集灵气，而且还可以屏蔽大山中的瘴气。我观察了一下巫族的蛊虫之道，蛊虫的威力并不小，只可惜你们碰到了蛊虫的克星雷兽。雷兽坚硬的鳞片可以抵御大多数的蛊虫，更是将一切蛊虫死死克制。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应该不会这么狼狈。神使大人说的对，我巫族能在大山中活下来，自然也是有应对危险的首领。只可惜我们巫族的金蚕蛊失传了，不然未必对付不了雷兽。金蚕蛊？什么东西？这是我巫族最强大的蛊虫，蛊神。据传闻，金蚕蛊可蚕食世间一切，哪怕是雷兽的鳞片也不能阻挡。神使大人，您在干什么？没干什么，研究点东西。你来找我干什么？神使大人，您这么厉害，我想拜你为师。拜师的事情你就不用想了，我从不收徒。给古力族长的那2份功法并不差，你好生修炼，未来的成就不会低。神使大人就是了不得，这8九玄功一听就是很厉害的功法。等等，神使大人，还有什么事吗？你刚刚说8九什么？8九玄功呀。你能看懂这上面的字？这有什么看不懂的？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是说你为什么会认识这上面的文字？神使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巫族的文字，我为什么不认识？巫族的文字？是啊，我只学了怎么说，没学文字呀。阿丽，你来帮我翻译一下这上面的文字。8九玄功，就算练成了，威力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亏我还当个宝贝。阿丽，看样子你活该有这场机缘。既然你翻译了8九玄功，那我就把这篇功法传给你吧。你先别着急，我传你功法，那是说明你有这个机缘，并不代表我要收你为徒。另外，你学的这8九玄功之后，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族人。这功法来历太大，若是你随意透露，搞不好会为巫族引来杀身之祸。神使大人，你放心，我谁也不告诉。以后叫我先生吧。好的，先生。好了，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吧。你回去之后要好生熟悉。阿丽记住了。先生，今天有什么收获吗？老样子，那只雷兽还是很少出来。先生，连你也不是那只雷兽的对手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了，你的8九玄功练得怎么样了？刚刚到第7层。10年时间能将8九玄功练到第7层，你很有天赋。只可惜我手里只有8九玄功的前9层功法。
等你把纵地金光这门神通学会了，我们就可以找雷兽的麻烦了。先生，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十万大山，我该如何判断未来对手的实力？没法判断，你只能靠自己的直觉。外修内修各有优点，生死之战，胜负往往在毫厘之间，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足以决定生死。那这也太麻烦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统一的修行之法呢？内修外修各有优点，内外兼修不就行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八九玄功虽然可以做到以肉身修出元神之力，但本质上还是偏向于外修的。说不定千百年之后，你会统一整个修仙界，然后创出一个全新的修行体系。你们又在聊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阿满，你是越长越漂亮了。另外，以先生的境界，早就已经辟谷了，你为什么一直坚持送饭？因为多沾染点人间烟火，这样也能多点人味，不是？而且阿蛮做的饭这么好吃，你难道不想吃？就是，不是我不想吃饭，实在是你偏心眼儿。先生的饭菜里每次都有鸡腿，我的都是绿树叶。爱吃吃，不吃一边去。你观察了雷兽10年，看出雷兽的弱点了吗？雷兽的弱点我没看出来，但问题倒是看出来一大堆。水月洞天的灵力并不多，雷兽为什么一直赖在这里？然而更有意思的是，雷兽本可以轻松灭了巫族，但他只是将你们吓走，这明显不是凶兽的做法呀。另外我还发现，每次雷兽进食之后都会十分嗜睡，这也是非常违背常理的。要知道，化神期的修为不睡觉也不会有问题。这些问题对打败雷兽有帮助吗？纵地金光练成了没有？回先生，纵地金光我已经掌握了。好，跟我来。先生，你这是打算去水月洞天吗？是啊，有什么问题？先生，这是要动手了吗？我马上回去召集族人。你叫人干什么？这件事就我们2个去。一只单独的雷兽，至于动用我准备的底牌吗？先生，你还有更大的谋划。我们杀了水月洞天那只雷兽，你觉得雷兽背后的种族会放过我们吗？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麻烦。今天我们的行为不但是启动整局的开始，也是整个布局最为关键的一环。要是无法到达我的预期，那我们就准备跑路吧。先生，你放心，这次行动，我阿力就是拼上性命，也要助先生一臂之力。拼命倒是不用，你待会儿只用把嘴闭上就行了。人族林长久有至宝献上。雷兽大人恕罪，我是感谢雷兽大人10年前的不杀之恩的。我偶然得到一块仙石，特意前来献给雷兽大人。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石头，你敢戏弄我？雷兽大人明鉴啊！我捡它的时候，它不但散发出了五彩光芒，而且内部还隐约有一块仙金，所以才来献给大人的。敢结别，滚！
愚蠢的人族！我雷兽一族以金属和矿石为食，身体更是百毒不侵，休想伤我分毫。待我完成这里的事情，定要将你们全部吃光。人类，你再敢碰我！叫什么叫？没看到我正思考吗？你大喊大叫会打乱我思路的。是谁？是谁杀了乌尔？